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960的前置啦。为什么今天更新呢，而不是最后一天呢？因为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，其实基本上都已经看到结果了。只要第二阶段960跟其他的王国拉的差距并不是很远的话，都算是已经拜拜了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阶段的时候。那么各位可以看到，在第一阶段960是很离谱的。甚至在第10名啊，这个地图有21个王国，960才排名中间而已。老实说，现在960的人力应该是跟2489差不多的，甚至少那么一点点啦，活跃人数。但是各位可以看到，就算2489他们的人已经流失了不少，但是也可以拿到第2名，跟93的差距还是很明显啦，因为93那个多出他1倍啊，但是至少他还是有93的一半，但是960一半都没有，只有1/3不到而已。不过一直以来第一阶段都不是960的强项啊，这个还算是可以理解。我们对比一下之前的记录，各位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记录，就是那时候有365、1093、960的那一场 KVK， 当时候也算是365的巅峰时期。我记得那时候的365好像是有4个百亿联盟左右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现在1093只有3个半左右的百亿联盟，他们的分数都可以超越365，甚至超越之前自己的记录，多出了差不多1亿左右。可以说93的活跃人数是真的变多了很多。我这里除了跟之前365对战的记录之外，还有上一次960、1093还有2605的 KVK 也是有做记录。那你们可以看到，当时候960其实还没有这么多玩家流失，它的分数呢其实跟现在也是蛮接近的，所以严格来讲960还是保持差不多的水平吧。相反的1093并没有停留在原地，反而分数比起上一次还要更多了。当大家问我前置跟 KVK 里面的野蛮人哪一个会比较值得，其实讲真的，如果你是针对于打仗来说的话，其实 KVK 里面的野蛮人会比较重要一点。但是在前置可以拿到的一些奖励其实也是蛮重要的，尤其是对于一些 F2P 的玩家来说，可以拿到不少的材料加速还有宝石。不过这里的分数其实也并不是某一些玩家去拿到这么高的分数，而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，帮忙分担一点，就变成他们总数加起来的分数就有这么多了。960会开始提升分数的时候是在第二阶段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阶段的分数。在第二阶段刚开始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960的玩家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战力，尤其是第1名的玩家就直接提升了1亿战力左右。你们可以看左上角第二阶段倒数时间，其实现在才经过了1个小时12分左右，960就已经反超1093了，从原本的第10名变成第1名。那其实这个时候1093也是有提升他们自己的分数，从原本的3.1亿左右变成3.8亿，2489也是从原本的1.4亿变成2.7亿，也是在开始提升战力了。第二阶段经历了差不多5个小时的时间左右，可以看到960的分数是已经反超1093大约3倍了。原本分数比93还要低的2489也是开始提升，但其实还是一样啦。93从原本的3亿变成5亿，然后2489从原本的2.7亿变成6.5亿，960这个升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。从第一阶段1亿积分都没有，直接提升变成14亿了。当大家都以为960可以在第二阶段远远超越1093的时候，没有想到第二天93像是发疯了一样，不断的提升战力。距离第二阶段快要结束，还有剩下7个小时47分左右的时候，可以看到1093已经在960的后面了。那其实这个分数就算93不超越960，第三阶段也是可以狠狠的超越960的积分。那为什么93会在第二天才提升分数呢？一般来讲正常都是会在第二天才提升分数啦，正常来讲啦。因为其实这一次的第二阶段时间还蛮刚好的，撞上 MGE 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有登峰造极，还有包括第二阶段提升部队，也有可能第一天93不想要破坏自己王国内定的 MGE 排名，所以他们选择第二天才去提升战力。那我们看直到最后一刻，这个是 Red Line 的画面，在距离第二阶段结束之前，可以看到93是已经把960甩在后面了，而且是反超960 2亿积分，但是还没有结束2个小时，还是有机会可以反超的。但是直到我起床第三阶段已经经过了2个小时左右，960依然还是没有办法超越93。可以看到在那2个小时里面呢，960还是有提升一点点的积分。
这里960的分数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第二阶段快要结束前的2个小时93的分数是还蛮接近的。但是我老实跟各位讲啦，只要960它的分数并不是拉开对手很多，只是持平的情况下，其实依然还是没有办法可以打败敌人，还是会被其他的王国反超的。尤其是像1093人数这么多的王国，更加不可能。在前面第一阶段你们也可以看到差距了。不过以目前的排名来看，93是肯定拿第一名了，但第2名、第3名的排名应该是保持不变了。第3阶段其实影响不会太大，只要王国人数并没有这么夸张，都不会影响太多。不过老实说，960跟2489这一次是在同一个阵营啊。假设说把他们2个的分数加起来的话，其实还算是超越93了。不过这个是包括第2阶段啦，如果是说第1阶段的话，其实960跟2489的活跃人数依然还是没有像93这么多。不过老实说啦，93也不是说某一些玩家提升战力提升的特别高，你们可以看到前10的排名基本上都是960、2489、1846，也只有一位 Ghost Rider 是来自1093而已，所以人多确实还是力量大的。不过1093他们会提升战力也算是比较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。因为1093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服第1的先锋王国了，他们的战力真的是很高。我还在想着他们会不会通过这一次的 KVK 把自己的战力可能压低一点，然后再招募一些更强的玩家，没有想到他们提升的战力，也就等于说就算他们这一场 KVK 打完之后依然还是会在先锋，间接性也算是放弃了退出先锋的想法。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们的管理层有一定的把握可以把自己退出先锋了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既然第2阶段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数据对比。左手边是上一场 KVK， 右手边是这一次的 KVK。 可以看到上一次 KVK 93其实提升的战力还稍微比较多一点。我原本还想说这一次他们的分数是超越了上一次，反而是上一次比较多，然后960明显是已经下降了，之前还有35亿，现在变成29亿。这一个人排名虽然比起上一次第1名的分数是稍微少了一点，不过可以看到前5名的战力提升是比起上一次还要更多的。那其实上一次他们提升的分数没有这么夸张，比较夸张的还是在365那一次，当时候的狗哥是用了30年的加速去训练部队，那可以看到当时候的分数，前5名的玩家都是已经超过2亿积分了，但如今只有第1名的玩家超越2亿积分而已。再来就是开销的部分，这个记录是之前365那一场 KVK 的时候，狗哥用了30年的加速，所以他那时候的开销大概有6万美金左右，差不多接近7万了吧。然后这个列表是这一次的开销大概 4.4 万左右。老实说这边的开销其实也不少了，只是比较起之前的记录没有这么多而已。加速的部分我在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说过，狗哥用了大概30年的加速，这一次 Prodigo 用的加速大概有20年左右，这个是推测的计算。但老实说20年的加速其实真的也不少了。那估计这些玩家呢都是用宝石的，所以如果是计算宝石总数的话，这一次他是开销了大概1000多万的宝石。以上就是960、2489、1093的 KVK 报道。第3阶段前置才刚开始不久，我相信93在结束的时候分数应该大概40亿左右吧。因为1093就算他们没有在 KVK 的时候，也就是休战期呢，他们也会每天拼命的去刷城寨，所以对他们来说第3阶段easy peasy， 就跟他们平时的日常差不多而已。不过老实说960最巅峰的时刻呢，还不是在跟365打的那一场，而是在307，那时候是 3v5。 截图来源是 Dragodin 的频道，那你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的960真的很夸张，53亿积分。那听960的成员说，在他们第3阶段结束的时候已经60亿积分了，哇，那时候是真的很恐怖。那场 KVK 也算是万国觉醒有史以来最精彩的 KVK 之一，甚至亚劳的战力也是打掉了将近4亿左右。不过往事也只能回味了。以上就是他们前置的更新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各位端午安康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